有些宝宝没有磨粉器，做不了冰糖版青梅露，肥丁做了一个蜂蜜版，不发酵、不起泡、不插电。梅干的颜色比冰糖渍的更好看，味道更纯。最惊艳的是，它完成后可直接饮用，不用稀释。甜酸适中，风味醇厚，带有花香。视频有点长，宝宝们可以先点赞收藏，记得订阅我呀。酸度高、香气浓的青梅品种都适合做青梅露，比如福建的青竹梅、胭脂梅，广东老红梅。24年我特别选了大理胭脂梅，它的皮特别薄，是最容易氧化变褐色的品种。先去蒂，把坏的果子扔掉，然后在很细流水下冲洗10分钟，接着放在网架上晾干，直到表面干燥，用手触摸感受不到潮湿感就可以了。然后称重，用青梅把玻璃瓶装满，接着放进夹链袋，放进冷冻室让它冰一下。梅子最多冷冻1天，时间越长，味道流失越多。冷冻会产生冰晶，刺穿水果内部的细胞壁。糖渍的时候可以更快地萃取梅子精华，让青梅的香气更快融入糖浆里。玻璃瓶使用之前先清洗和消毒，做法可以参考我的视频《清洁与消毒》。把冷冻的青梅扔进玻璃瓶，然后倒进蜂蜜和白米醋。白醋挑有信誉的老品牌，用玻璃瓶包装的。如果白醋酸度不够高，抑菌力不够强，那还有可能发酵起来的。第一天多摇晃，走过路过摇一摇，倒转或侧着玻璃瓶，让蜂蜜接触到每颗梅子。在青梅味出汁到能覆盖所有青梅之前，初期频繁摇晃，让梅子全沾到蜂蜜。青梅露不发酵，不需要没活性好的蜂蜜，超市的普通便宜的蜂蜜，或家里囤了一段时间的都可以，结晶或半凝固的，先隔水温热化开才使用。勤力的宝宝总是有回报的，我来回摇晃了3到4次。你们看，20分钟之后，青梅很快就出汁了。到了第2天下午，青梅表面开始皱缩，露出接触空气的青梅是最容易变坏的。之后每天轻轻摇晃，让上面的梅子都可以接触到液体，这样可以避免上面的青梅变坏。你会看到浓稠的蜂蜜慢慢被青梅的出汁稀释，液体颜色变成深琥珀色。大约2周之后呢，青梅和蜂蜜的味道完全融合了。梅子皱巴巴的沉在瓶底，这样就算完成了。蜂蜜版的水分比较高，若长期置于室温，遇到适合发酵的条件，空气中的尘埃和细菌随时会污染糖液，变成细菌的培养液，也就是有变坏的风险了。所有工具和容器都要消毒过才能用。转移到扎口瓶，减少氧化，放到冰箱里，可以保存得更久。这瓶蜂蜜青梅露已经泡了1周了，这个浮上面圆滚滚，没有收缩，是没有冰冻的青梅。这些已经收缩的是冷冻青梅，出汁特别快。这瓶放在室温4个月之后，原来皱缩的梅子开始膨胀，有气泡就是糖液开始有微生物活动的讯号了。有氧不进行环境和温度干预的发酵，依赖多种微生物，产物复杂不稳定，杂菌污染风险高，可能滋生有害的细菌。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，建议进行巴斯德消毒，这是一个不破坏风味又可以灭菌的方法。做法可以看看我的百香果酒视频。蜂蜜版的青梅露使用蜂蜜，通过控制糖浓度与添加白醋抑制发酵。做法跟冰糖版一样，属于非发酵饮品，两者的差异在于糖类介质与风味特性。冰糖版保留梅子原味，适合室温保存；蜂蜜版则以蜂蜜的醇厚感提升整体风味，还有它的水分比例更高，需要冰箱存放。冰糖版青梅露糖液浓度更高，含水量较低，更粘稠圆润，让味道在舌尖上慢慢扩散，梅子的风味更浓郁一些。它的稠度足够可以挂杯。
我们对甜味的感知主要来自于舌头上的味蕾，青梅露里面的酸性成分会降低甜味的感知度，带来更加平衡的风味，而蜂蜜版的水分比例更高，流动性更好，口感就更为清爽了。冰糖版跟蜂蜜版的青梅露都是零酒精饮品，只要糖化了就算完成了，耐心等6个月到1年，待糖液和香气结合变得更完整，味道会更圆润醇厚。1年陈的冰糖版有话梅的沉香，甜酸鲜明，颜色变成更深邃的橙琥珀色，适合西式饮用或调制冷饮。而蜂蜜版花蜜的温润与果酸绽放，缓和了梅酸的尖锐，温柔含蓄。这个比例可以开罐即饮，不用兑水，真的超方便。无论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，还是外出野餐，随时随地都能享受甜酸滋味。这是酿制1年后从青梅露取出来的梅干，你们看看有什么不同？没错，冰糖版的梅干都干瘪了，果肉收缩到吃不到果肉，糖液的浓度越高，脱水越多。青梅露不发酵，脱水之后糖液不会回流，所以蜂蜜版的梅干没有过度收缩，软 Q 带韧性，甜酸适中，直接吃不会被呛到。浸泡1年之后，味道更醇香了，太好吃了，今年一定要多做一些。受到青梅露的启发，肥丁今年也做了青梅浸泡酒，全新方法加快出味，1个月就能喝。喜欢泡酒的宝宝记得关注我，下回见。